中國斷供的人太多，銀行開始慌了。慌到什麼程度？慌到連房子、白酒全都在甩賣。進入2025年4季度，中國銀行業忽然像被按下了清算鍵，不良資產像雪崩一樣往外倒，一個資產包動輒100億甚至數百億。不良貸款轉讓公告數量遠超過去4年平均水平，銀行的處置規模已經到了山庫跑路的級別。你知道事情有多嚴重嗎？銀行不是不想撐，是真的撐不住了。他們開始親自下場賣房產、賣抵債物資，連法院都被拖入這場結構性潰敗裡，連監管部門都開始裝沒看見。理論上，銀行要處置房產，必須走法律程序，查封、法拍、過戶。但現在的法拍市場，塞滿了斷供家庭的房子，像一條擠滿屍體的河。法拍房越多，房價越低，房價越低，斷供的人越多。這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死亡螺旋。於是，法院也開始怕了。業界傳言，如今不少法院法拍申請被故意拖延，不是1個月、2個月，而是半年都批不下來。為什麼？因為法拍房太多，房價會直接塌掉，社會穩定就被戳破一個巨大的窟窿。但這種拖能拖多久？市場不是靠行政力量可以按下暫停鍵的。斷供潮不是人能擋住的洪水，那是過去20年透支的債務奔着你撲面而來。土地財政的債、人口的債、基建大躍進的債，所有的賬現在一起拉清單。房價上天加債務爆破等於生育率落地，這次真的翻不了身了。房地產大躍進搞了20多年，計劃生育搞了30多年，左手不想讓中國人生太多，右手又蓋出一堆賣不掉的房子，這是什麼行為？經濟史上罕見的自我挖坑式悖論。房價等於壓垮年輕人生育意願的最大鐵針，債務爆破等於壓垮中產階級的最後一擊。一個國家2條腿同時斷掉，怎麼走路？中國現在就是跌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樣子。2025年11月14日，金融監管總局公布了一組冷冰冰的數據：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 3.5 萬億元，較上季末增加883億元，不良貸款率 1.52%， 繼續上升，平均資本利潤率也在下滑。2025年前3季度 8.18%， 2024年 8.77%， 資產利潤率同樣下降。2025年 0.63%， 2024年 0.68%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銀行的錢不僅借出去收不回來，自己也賺不到錢了。更扎心的是，不良貸款轉讓市場，僅11月14日一天，8條轉讓公告，總額85億元。2025年截至當日，1166條公告，比過去4年平均的680條幾乎翻倍。最震撼的一筆，中國民生銀行信用卡中心51.4億元信用卡不良資產，逾期1856天。這不是壞賬，這是永久性蒸發。還有更驚人的，渤海銀行近500億元本金債權，利息加罰息後接近700億元。廣州農商銀行189億元資產包。行業預估，2025年全年不良貸款轉讓規模將突破2000億元。如果你以為這是頂點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2020至2024-25年，銀行系統處置不良資產規模每年都超過3萬億元。2024年更是達到歷史性高點，3.8萬億元。所有看上去正常的數字，背後都塞着巨額的隱性壞賬。中國銀行業的羞恥時刻終於到來。法拍流拍怎麼辦？流拍的房子太多怎麼辦？銀行自己變成房東了。農業銀行、建設銀行、交通銀行、蘭州銀行、吉林農商行，
幾乎所有銀行都開始成批掛牌賣房，而且價格低到離譜，低於市價25%，甚至只賣3折。克爾瑞數據顯示，2025年6月法拍供應3.2萬套，年內新高，平均起拍折價率28.4%，最終成交折價率31.3%。這意味着，中國房產的真實價格正在崩潰式暴露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過去中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最喜歡說一句話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。這句話從易綱到郭樹清，從郭樹清到潘功勝，再到現在的李雲澤，已經反覆講了至少5年。但中國人越听越覺得心裡發毛，因為只有在真正看見懸崖的時候，才會不停提醒別人別靠近。2025年的中國金融系統的問題不是有風險，而是風險已經從地板縫裡冒煙了。銀行最怕什麼？不是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，而是做抵押的資產跌成垃圾。這正是2025年的現實。房價下跌，抵押品縮水，債務人斷供，銀行只能接盤法拍流拍，資產進一步貶值。這是一個完全無法打斷的鏈條。你以為銀行手裡的不良房產是真的資產？那你想多了。如果房價繼續跌20%，銀行的賬本會瞬間從難看變成刺眼，因為房子賣不出去，抵押品收不回來，銀行賬面上的價值會像冰塊一樣化掉。這不是概率問題，是已經發生的現實。2025年的中國地方債規模被外媒和機構估計約達到70萬億至90萬億元。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？它相當於中國1年 GDP 的半壁江山，全部財政收入的3至4倍，銀行體系總資本的幾十倍。地方政府債務為什麼會拖垮銀行？因為銀行手裡的大量債券、信託資產、城投融資產品，都與地方政府有關。一旦地方政府還不上錢，銀行就會被拖下水。而現在，中國多地財政收入已經進入負增長，土地財政泡沫破裂，連公務員工資都開始延遲發放。地方政府已經沒錢了，沒錢意味着無法付息，無法償債，無法給銀行提供充足擔保。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銀行開始瘋狂甩賣不良資產。他們不是不想撐，而是真的看到前方的大壩已經布滿裂縫。影子銀行曾經是中國經濟的秘密輸血管，在賬外輸血，給房地產輸血，給地方政府輸血，給企業輸血。但從恆大暴雷開始，如今影子銀行全線崩盤，信託產品違約不斷，資管產品贖回潮，民營金融平台倒閉潮，投資者資金蒸發。影子銀行死掉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銀行系統也開始缺血。過去10年，中國房企、城投很多資金都不是銀行直接貸款，而是通過影子銀行融資。現在這條通道斷了，所有債務開始暴露。更可怕的是，影子銀行本身購買了大量銀行理財產品，這是一張套着一張的網。銀行爆掉房企，房企爆掉影子銀行，影子銀行反過來爆掉銀行。這是一個近年來世界上最複雜、最危險的金融交叉結構。一旦某一端塌陷，整個系統都會傳染性崩潰。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，2024年中國被註銷的中小銀行達199家。你沒有看錯，一年死掉199家，而且主要是農村金融機構。這個數據比2021至2023 3年的總和還多。為什麼銀行會被註銷？只有一個原因：壞賬太多，資產乾淨不下來，資本金補不上去了。銀行是不能倒閉的行業，能被註銷，
說明已經爛到救不回來的程度。現在注銷的只是一批最弱的銀行，但未來可能是成百上千家。行業專家給出一個讓人沉默的判斷：這場不良資產拋售潮的背後，從來不是某家銀行出了問題，而是整個中國經濟體系正在發生結構性的失衡。正在撕裂中國金融體系的是三股同時爆發的力量。第一重撕裂來自房地產的整體崩塌，抵押品在悄悄貶值，銀行的壞賬卻在瘋狂往上跳。房地產過去是整個金融系統的地基，如今這塊地基塌了一個巨洞，整棟大樓都開始搖晃。第二重壓力來自地方財政的斷裂，地方政府債務像一顆隨時引爆的暗雷，把銀行本就脆弱的資本金進一步拖向深淵。地方財政崩掉的那一瞬間，也意味着銀行背後的國家信用開始鬆動。第三重打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的崩盤，表面看是某些理財產品兌付困難，實質卻是整個經濟的資金鏈正在斷裂，一節接一節的熄滅。這已不僅是某個角落的壞死，而是全身性的缺血。銀行開始清盤不良資產，不是為了迎接2026年，而是為了把2025年撐過去。至於2026年會是什麼樣，沒人敢說，因為所有見過數據的人都能看見一個冰冷的事實：中國金融體系的裂縫正在以指數級擴張。